爱恨交织。其实关于死，玉秀想了也不是一两回了。死不是一条好路，但好歹还是可以称作一条路。说10000句，死终究还是一个去处。刚开始想起来的时候，玉秀的确有些害怕，可是怕着怕着，心里头一下子打开了一道门，突然不怕了。玉秀想，眼睛一闭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还怕什么？这么一想，玉秀特别的轻松，慢慢的都有点高兴了，这真是出人意料。主意定下来之后，玉秀首先想到的是机关大院里面的那口井，深得很，黑咕隆咚的。玉秀想来想去，还是放弃了，觉得井里的漆黑比死亡还要吓人。那就上吊吧。可是上吊这个法子，玉秀又有点不甘。他在王家庄见过吊死鬼，尸体很难看，相当的难看，鼻孔里都是血，眼睛斜了翻在那儿，舌头也吐在外面。玉秀不能答应。玉秀这样的美人坯子不能那样糟蹋自己，就是做鬼也还是应该做一个漂亮的女鬼。想来想去还是水了，那就到收购站的大门口吧，那里还是不错的，宽敞清澈，又是自己的单位，水泥码头也工整漂亮。主意一旦定下来，玉秀反而不着急死了，趁着轻松，玉秀要好好活几天，活一天是一天，活一天还赚一天呢，就当自己已经死了。玉秀终于睡上安稳觉了，吃的也特别的香，米饭好吃，面条好吃，馒头好吃，花生好吃，萝卜好吃，每一口都好吃，什么都好吃，喝开水都特别的甜。玉秀想，看起来还是活着好，这么多的好处，以往怎么从来没有留意过的呢？一旦留意了，分分秒秒都显得很特别，让你流连忘返，格外的缠绵，真是难舍难分。这一来，玉秀又有点留恋了，重又伤心了。死亡最大的敌人真的不是怕死，而是贪生。活着好，活着好啊！要不是自己的肚子不留人，玉秀愿在世上挨，不往土里埋。肚子还在长，不停地长。虽说穿着黄大衣，玉秀每天早晨还是要用布袋子在自己的肚子上狠狠地缠几刀，不能大意，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的。布袋子缠在肚子上，虽然不疼，有时候却比疼还要难受，主要是呼吸上头，鼻子里的气出得来却下不去，郁在那儿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。呼吸到底不同于别的，你歇不下来，分分秒秒都靠着它呢。玉秀的日子其实是活受罪了，不亚于酷刑。到了夜间，玉秀总要放松一下自己，悄悄地把腰里的布袋子解开来。只要解开了，一口气吸到底，那个舒服，那个通畅，每一个毛孔都亲娘老子的乱叫，千金难买呀。人是舒坦了，可玉秀不敢看自己了，那哪里是肚子，那哪里是玉秀哦，可以说触目惊心。玉秀看不见自己的脚，中间没头没脑的横着一大块，鼓着，肚皮被撑得圆圆的，薄薄的，黑乎乎的，像一个丑陋的大气球，针尖一碰都能炸开。肚子松开了，小东西在肚子里头也格外的高兴，不停地动，撒欢了，撂起了小蹄子，小东西顽皮得很，都会逗玉秀了。玉秀要是把手放在肚子的左侧，小东西马上赶来了，上来就是一脚，告诉玉秀，我在这儿呢。
玉秀要是把手放到右侧去了呢，小东西也不闲着，立即赶到右边，又是一脚，好像在说：进来吧，到我们家来玩吧。玉秀就那么一左一右的，一前一后的，小东西忙得很，都有些手忙脚乱了。到后来，小东西终于累了，不高兴了，不再理会玉秀了。玉秀在心里说：来，再来，到妈妈的这边来。玉秀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说话，吓了自己一大跳，真的是脱口而出，居然称自己妈妈了。玉秀愣在那里，玉秀是叫自己妈妈了，玉秀本来就是妈妈了。玉秀的心里突然柔了，肩头无力地松了下去，陷入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漩涡。玉秀差不多都快瘫下去了，心里想：玉秀，你也是做妈妈的人了，都有了自己的骨肉了。这么一想，玉秀的心口呼啦一下收紧了，碎了。玉秀无法面对自己，没有能力面对自己。玉秀在床沿上待了好半天，突然从床上拿起布袋子，绕在了肚子上，拼了命的往里勒，往死里勒。玉秀在心里对肚子说：你再动，我叫你再动，都是你，我勒死你。恨是恨，但爱终究是爱，都是血肉相连的。玉秀时而想着自己，时而想着孩子，时而幸福，时而揪心，弄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幸福还是揪心了，没了主张了。依照玉秀原先的意思，打算开开心心的等到新年，反正新年的时光也不算太长了，等过了年，心一横，一切都拉倒了。可是玉秀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不想再拖了，好像也有点拖不下去了。玉秀实在是累了，都快把自己熬尽了，耗尽了，有些度日如年了。既然拖不下去了，那就不拖了吧，还是早一点了断了省事。吃过晚饭，玉秀做完了所有的家务，还哼了几句怀剧，陪玉米说了一会儿话，静静地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了。玉秀开始给自己梳头，辫子扎得特别的牢，不要风一吹浪一打都散了，在波浪里面疯疯癫癫的，那就不好了。玉秀料理好头发，把所有的工资用布包好了，掖在枕头底下，好让玉米替他准备几件像样的衣裳。放下钥匙，灭了灯，玉秀一个人来到了粮食收购站的水泥码头。